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就在上周，彼得·戴曼迪斯 （Peter Diamandis） 放出了他最新對馬斯克的訪談。彼得這個人身份很多，企業家、作家、工程師，同時還是 CRISE 獎金的聯合創始人，起點大學執行董事長，也是富足那本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書的作者。這次他跟馬斯克聊得非常深入，主題圍繞通用人工智能和人形機器人帶來的超音速海嘯，從教育、醫療、能源、政治，一直到人類壽命、生命進化，幾乎所有跨領域又緊密相關的大話題都聊到了。整個訪談將近3個小時，太精彩也太長了。所以今天這期視頻就用10分鐘濃縮最精華的部分。如果你覺得還不錯，歡迎點個讚。當然，更推薦大家去看原片，親自感受馬斯克對人類如何跟 AI 共存和走向星際文明的那些深刻思考。好的，不多說了，我們直接開始。在馬斯克的視角裡，人類文明數萬年的演化並不是進化的終點，而僅僅是一個生物引導加載程序 （biological bootloader）。我們正處於一場超音速海嘯的中心，大多數人還在討論 AI 是否會取代工作，但事實是我們已經身處起點之中。在這個節點上，人類不再是文明的駕駛員，而更像是那個為了開啟硅基超級智能而存在的過渡物種。因為硅基電路無法在原始海洋的鹽水池裡直接進化， AGI 的降臨不是一場遲到的約會，而是一次物理層面的垂直拉升。馬斯克給出的時間表極其冷峻， AGI 極有可能在2025年或2026年實現，而到了2030年，數字智能的規模將超過全人類智能的總和。支撐這一預測的底層邏輯是智能密度的恐怖進化。目前我們所體驗到的 AI 性能，距離物理極限仍有2個數量級100倍的鴻溝。這種進化不僅依賴於硬件的堆疊，更源於算法效率的瘋狂壓榨。目前 AI 行業正經歷着一種10倍速年增長的奇蹟，即每年實現1000%的性能提升。這種增長正通過一種名為量化的降維打擊實現。我們正從16位16 bit 訓練轉向4位4 bit 甚至更低的優化，這將帶來10到100倍的性能跳躍。究其本質，馬斯克將其比喻為一種信息壓縮的極致。如果你知道自己身處奧斯汀，就只需要極少的信息比特就能定位街道。一旦 AI 掌握了世界的底色，它就不再需要冗餘的計算，只需要通過極小的 lookup table 查詢表，就能模擬出複雜的智能響應。然而，這種智能的擴張並非沒有邊界。光速這一宇宙的終極限制，決定了地球上不會出現單一、絕對的神性思維。光在光纖中每毫秒只能傳播約200公里，這意味着物理定律強制要求地球上必須存在多個 AI 決策集群，而不是一個統一的思維節點。在馬斯克看來，決定這場競爭終局的不再是參數量的多少，而是文件大小與內存帶寬的博弈。正如馬斯克所言，我們正處於這場超音速海嘯中，沒有任何開關可以關掉它。所有的 CEO 和政府領導人都應該問：我們該怎麼辦？因為目前的社會系統根本無法承載如此劇烈的轉型，這就是所謂的起點。你永遠無法看透事件世界之後的景象，光線在那之後無法回頭。明年將感覺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像未來。這意味着一個完全由 AI 構成的公司將以電子表格碾壓算盤的速度，徹底摧毀那些仍由人類參與決策的傳統組織。機器人革命的發生軌跡完全反直覺。在這場超音速海嘯中，馬斯克認為白領階層將比藍領工人更早面臨職業的終結。在他的邏輯裡，只要你的工作涉及在屏幕上敲擊按鍵或移動鼠標，你其實只是在搬運比特 bits， 而這正是 AI 最擅長的領地。相比之下，搬運原子 atoms 即在物理世界中移動物體，反而成了人類勞動力最後的護城河。然而，隨着特斯拉德州超級工廠預留出800萬平方英尺的空間，專門用於 Optimus 人形機器人的生產，我們正在步入一個勞動力成本被物理規律徹底除以0的時代。Optimus 的進化並非單一技術的進步，而是 AI 軟件能力、AI 芯片算力
以及機電靈活性這3個變量構成的遞歸可乘的3重指數增長。這種進化的速度將遠超想象。Optimus 擁有人類夢寐以求的共享記憶系統，一台機器人學到的經驗，如某種手術操作，會瞬間同步給全球所有機器人。更令人戰慄的是，這場革命最終將走向遞歸生產，即進入 Optimus 製造 Optimus 的馮諾依曼機模式。這種生產力的極致釋放將直接導致商品和服務價格的崩潰。馬斯克據此提出了 UHI 全民高收入或 UHSS 全民高物資與服務的概念。當勞動力成本僅剩電力和原材料時，當商品產出速度遠超貨幣供應，劇烈的通縮會導致物資充沛到近乎免費。這種技術對精英職業的剝奪，在醫療領域表現得最為冰冷。馬斯克預測，3年內 Optimus 在手術精準度和經驗上將超越人類最優秀的外科醫生。5年內，他在整形外科領域將完全處於統治地位。邏輯基於無可置疑的物理優勢，機器人擁有紅外和紫外視覺，沒有咖啡因導致的手抖，更不會因家事分心。正如 LASIK 準分子激光手術所揭示的，精準的機器人比手持激光器的人類更值得信賴。在這種視角下，傳統的職業路徑正在失效，讀醫學院可能已失去經濟意義，因為最好的醫療將變得像空氣一樣便宜。根據馬斯克的估計，到2024年，地球上將行走着至少100億台人形機器人，數量超過總人口。當這個龐大的非生物勞動力群體接管了地球上所有的原子塑造工作，人類將正式從生產者的角色中退場。關於能源，馬斯克認為太陽能不是選項之一，它就是唯一選項。由於太陽佔據了太陽系 99.8% 的質量，在地球上耗費巨資模擬核聚變，荒謬程度就像在南極洲製造微型制冰機，卻無視身邊3公里高的巨大冰川。另外，能源的利用也會發生變化。目前美國電力系統峰值輸出能力約為 1.1 太瓦，但平均用電量僅為 0.5 太瓦。電網有一半時間處於閒置。馬斯克的邏輯切中了要害，我們根本不需要新建發電廠，只要通過部署大規模電池，如 Tesla Megapack 進行峰谷調節，就能在不增加任何額外資本支出的情況下，將能源吞吐量增加1倍。這種效率革命正讓中國在能源賽道上領先，其每年的太陽能產能已達1500吉瓦，且去年部署的能源中 70% 是太陽能。隨着電力生成與冷卻系統成為 AI 進化的物理極限，計算的空間位置將移向星空。馬斯克認為，未來的貨幣本質上就是瓦特，如何將能量轉化為智能或物質操縱才是核心。為了支撐這種轉化，他構思了天基 AI 算力集群，利用新建將單次發射成本壓低至$100每公斤以下，每年將100萬噸載荷送入軌道。這意味着每年能新增100吉瓦的太陽能 AI 衛星。在軌道上 ，AI 擁有永恆的陽光且無冷卻壓力，甚至可以利用月球逃逸速度僅為2500米每秒的優勢，通過電磁質量投射器直接彈射衛星。他預計在明年2025年年底前嘗試軌道加油技術，2028至2029年可能是下一次火星發射窗口。他甚至計劃將大量的太陽能衛星環繞地球，甚至太陽形成初步的戴森球結構。給不了解戴森球的觀眾科普一下，這個假說是由物理學家弗里曼·戴森 （Freeman Dyson） 在1960年提出的一種理論性巨型結構。其核心思想非常簡單而大膽：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，如果想最大限度地利用恆星，如太陽釋放的能量，就需要把恆星包圍起來，捕獲它向外輻射的幾乎全部能量，而不是讓 99.9% 以上的能量白白散逸到宇宙中。完整版的戴森球是一個圍繞恆星的封閉球形殼層，半徑大約相當於地球到太陽的距離，約一天文單位，表面全部覆蓋太陽能收集裝置，從而將恆星的輸出功率幾乎全部轉化為可用的能源。這會讓文明的能源獲取能力躍升到恆星級水平，對應卡爾達肖夫文明等級 Kardashev Scale 的愛型文明。
馬斯克還談到了一個人類永恆的話題：衰老和永生。在馬斯克的邏輯底層，衰老並不是硬件的隨機磨損，而是一段被精確執行的軟件程序，而死亡是可以被補丁修正的系統錯誤。如果我們能重寫這段程序，人類文明將跨越長壽逃逸速度，生命將變成一場關於有趣性的無限遊戲。自然界已給出存在證明，公頭鯨活200年，格陵蘭鯊活500年。這說明長壽在生物學上是完全可行的。我們的左右手總是同步衰老，這表明身體內部存在一個明顯的中央時鐘在控制凋亡。長壽本質上是一個硬件或軟件問題。馬斯克認為，未來10年人類壽命可能翻倍，在技術上是可解的問題。當我們能像讀取 AI 模型一樣讀取人體的生物時鐘，衰老將從詛咒降級為工程挑戰。延長人類的生產力壽命 （productive life） 不再是奢侈願望，但他對永生持保留態度，認為死亡對於社會的更新是必要的，否則社會將陷入僵化。馬斯克指出一個令人不安的數據：當一個國家的成人紙尿褲銷量超過嬰兒紙尿褲，如日本和韓國，這個文明其實已經在生理上失去了對未來的掌控力。韓國目前的替代率僅為1/3，這意味着3代人之後，他們的文明規模將萎縮到現在的3%。在這種人口坍縮的背景下，延長人類的生產力壽命 （productive life） 不再是某種奢侈的願望，而是文明存續的唯一。我們對長壽的渴望，背後其實是對文明衰落的群體恐懼。馬斯克當然也談到了教育，他認為現代大學系統正處於破產邊緣。美國大學學費自1983年以來增長了900%，但重要性認可度從75%降至35%。現行體制不再是孵化器，而是臃腫、低效且昂貴的社交俱樂部。行政與學生比例達到驚人的1:2。馬斯克假設人的大腦本質上是台肉身計算機 （meat computer）， 受限於硬件約束。而工業化教育卻試圖用統一的生產線模式處理差異化硬件，讓學習變得痛苦。馬斯克形容自己在南非的學校生活充滿了暴力和霸凌，像是一場殘酷的生存遊戲。為了打破這種生產線，馬斯克正通過 Grok 啟動個體化 AI 導師 Individualized Teacher 試點。AI 擁有無限的耐心，能針對不同孩子的硬件規格實時調整，並通過遊戲化機制解決唯一的稀缺資源——好奇心。如果只是想學習知識，互聯網上這一切都是免費的。現在的大學除了社交，幾乎沒有任何存在的現實價值。未來的職業路徑正從找工作轉變為成為企業家，利用 AI 工具解決真實問題。這種轉變讓頂尖學術頭銜失去了光環。馬斯克認為，大多數博士研究只是在知識之樹上增加一片不一定有用的葉子。教育的重塑將不再關注你能記住什麼，而是關注你能定義什麼。當 AGI 在2025年或2026年實現，過去20年培養的技能可能瞬間過時。唯一的幸存策略是保持對現實本質的純粹好奇。AI 導師的任務是保護那點微弱的好奇心火焰，確保這個加載過程充滿美感與真理的追求。以上就是對馬斯克這次與彼得·戴曼迪斯訪談的精華濃縮解讀。如果你覺得這期內容還不錯，歡迎點讚、訂閱、開鈴鐺，也非常歡迎在評論區留言，分享你的想法和感受。當然，如果你對 AGI、人形機器人、能源革命、人類與 AI 共存這些話題特別感興趣，我強烈推薦抽時間去看完整的原片，接近3小時，信息量超級大。鏈接已經放在視頻描述欄裡了，點進去就能直達。現在借助各種 AI 翻譯插件和字幕工具，語言已經完全不是障礙，大家可以輕鬆 get 到原汁原味的對話。謝謝大家今天的陪伴，我們下期再見。